晚上好，直播开始。又是周一的时间，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天，主要是聊前几天有朋友在这个视频下面评论区留言说想让自己的女儿以后学中医，学一门手艺，他觉得这样对女儿是比较好的，而且下面还强调说，就算考不上本科，考一个大专，也建议他去学一个针灸推拿，学门手艺嘛。然后还有朋友就跟着下边就接着跟贴说，对成年人来说有什么学中医的建议，应该怎么学？然后上周吧，还有一位朋友，写的邮件问我，就是他的孩子呢，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病情，都没办法正常上学了。然后我给他的建议呢，就是，家长自己学一学这种中医的针灸或者推拿，尤其是推拿和安神入脏腑推拿，我建议他，这样你学了以后，自己可以给孩子做这种康复的治疗。这个是比较可行的。你要是完全靠公立医院或者私立医院，你靠这个医疗的话，大多数人是承担不起这个费用的，而且实际上效果也没有家长这种家属自己的照顾效果更好。针对这几个情况吧，我就把我想到的一些问题，今天就都聊一聊，就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听一听，或者在聊天区讨论评论区讨论一下。很多人在网络上也好，现实中也好，都是觉得想象中就是中医这个职业它有一层滤镜，我觉得这个职业可能都是看到好的一面，或者是只看到坏的一面，但这个其实是很不完全的。所以你不管是孩子想要让他去学中医，还是说自己到了中年想要改行，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吧，我觉得都有几个问题要先好好思考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学中医？你学中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就是单纯的学一门手艺，还是说这个文化寻根，了解一下这个中国古人的生活方式、古人的思想，怎么对这个世界、对人体、对疾病、对生老病死的认识？还是说我学了以后呢，可以更好的照顾家人，家人生病的时候可以照顾，没生病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保健养生，让这个家人的生活、身边的朋友，能够生活得更好？还是说觉得这个行业很有前途？你看这个五运六气，觉得这个行业以后可能几十年会发展比较好看好准备这个all in了，就是直接进入到这个行业，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其次就是怎么学，现在有非常多的途径，有正规的，有不正规的，有网络上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培训也有这种名人效应的，然后也有靠谱的不靠谱的培训，还有各种这个中医入门的书籍吧，有的脱骨的，也有这种脱筋的，也有这个中西结合的，各种说法都有，眼花缭乱。你如果是之前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对这个中医不是太清楚的话，非常容易踩坑。那就是怎么学，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的途径和道路。最后一个就是你要面对什么，你学了中医，然后你不管是说我要进入这个行业，面对病人，面对陌生人，还是说我就给熟人、给家里人、给亲戚朋友看病、养生、保健，那你可能会遇到哪些情况？我就今天这3个问题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吧。就是第一个，为什么学？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天应该是第一天吧，反正第一周，
我们有一门课就是专门请了这个工程院的院士，当时是这个王绵之王老，他是搞中药的，全年级吧，大一新生都是到那个大礼堂去落座，就这个院士直接给我们讲。后来我听说这个是一个中医院校的一个传统啊，就是先请一个级别够高、重量级够的这个名人，他叫什么？坚定专业信心，就是说很多人学中医呢是被迫学的，并不是自己愿意学或者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学。我以前也讲过，我选择中医这个道路就是出于自愿，就是确实是感兴趣，然后也是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啊、花精力，也喜欢这行，所以我是没这个问题。但是我一听这个上来就院士先给你坚定专业信心，我心里是有点打鼓的。我说这至于吗？我也讲过，就我们报道的时候，这有同学就是在宿舍门口报道第一天，这宿舍门没探见，在宿舍门口就大概得10多分钟、20分钟，就一句话不说，就发愣，然后就盯了20分钟，就突然一跺脚，大喊一声，就清华北大才是我的梦想，转身就走了，不上这个学了，就回去复读，直接去准备考清华北大了。还有就我们一个，就是我们对门宿舍的，比我们高一届一个学长，他也是就学了1年，学的特别痛苦，就本身也不喜欢中医，对学这些中医理论啊也学不下去。那考试成绩很好，但是就是学不下去，说什么都学不下去了。最后就是我们上大一，他上大二，大二没学完，还差几个月吧，就退学了，直接回去再重新高考，去学别的专业了。我们那个班大概聊天也类似情况吧，可能我觉得得有1多半的人，他本身不是喜欢中医，也没有想过学中医，甚至都不知道有中医学这么一个专业存在。他本来是报的可能是医学院，报的生物啊，报的就相关的专业吧，但是没有录取。当时我们是那个你第1志愿没录取到第2就直接划到第2志愿了嘛。第2志愿你再录不上，就可能就划到。然后他要如果选择一个服从调剂，可能就调剂到这个中医这个院校来了。所以好多人分数那时候很高的，我们班有同学高考分数接近满分的，但是就是没有上到自己理想的这个专业和学校，就是调剂过来。我也不能说学得很痛苦吧，但是就是别别扭扭的，最后好就是有同学就是本科毕业直接就考协和的研究生了，然后考别的西医院校的研究生了，就跟中医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个就人各有志吧，这个真的不能勉强，所以一定要先想好，你如果要准备学中医，你为什么学中医？你是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你像我给这个留言那个朋友回的也是，就是你先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就是好多国内的中学生，我不是太清楚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准备高考的学生他什么想法，但是我接触过一些就是家里亲戚朋友的孩子，他有来这边留学的，我感觉国内现在的这种中学生啊，和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那个中学生想法差别还是挺大的。现在的学生很多，我接触的啊，可能幸存者偏差吧，就是他这个功利性特别强，就是目的性很明确。你问你对什么感兴趣，想学什么，不知道。那你准备干什么呢？你毕业以后你准备想做什么行业，想做什么事情呢？不知道。那有什么想法？就是想搞钱，就什么来钱快，什么来钱多就要搞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理想抱负。你说兴趣爱好有，但是好多兴趣爱好不一定能做职业啊。这边温哥华本地长大的小朋友，我也接触过一些，
像有病人就是把他的孩子送过来，就说就想跟着学一学中医的推拿呀，学一学针灸。也接触过这种，有的这种就是也是没有什么想法抱负，就是我觉得有的他可能还是从小这个太受压抑了，就卷得太厉害嘛。中学的每一门课程分数都很高，但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后来是为什么又开始让家长找人又过来想学这个推拿呢？就是他高中毕业就没上学，自己出去到处打工啊，到处旅游。然后因为喜欢街舞，就接触这个街舞这个人群嘛。然后发现很多朋友跳到一定程度受伤了，受伤之后去做物理治疗啊，去做按摩，去做针灸，做推拿，各种方式治疗，有的有效，然后治完以后又能回到他们这个团队，又能继续跳舞。有的就是受伤之后怎么治，反复治各种途径治，越治越差，治不好，然后最后不得已就放弃这个跳舞这个爱好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行业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就开始去学，然后后来也是去考了相应的专业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家长强迫孩子去学，说你一定要学中医或者一定要学针灸推拿，就是一定是看孩子有没有兴趣。后来我看这个朋友他也是说，准备暑假先带孩子去朋友的诊所去感受一下，体验体验。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就是让他先有一个感性认识。因为这个行业真的不是适合很多人的，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素质或者说一些特质吧。你包括我看这边医学院，这个王教主的女儿也是想当这个家庭医生嘛，我看也是准备这个医学院的方向，这个其实是要注意的啊。有好多新闻就报道说，这个华裔的孩子怎么门功课都很高，绩点很高，平均分特别高，结果报医学院报一家被拒绝，报一家被拒绝，所有的医学院都拒绝了。他就抱怨，就说哎，这个歧视华裔，其实这个跟族裔歧视没关系啊，这个是和他医学院的这个西方医学院的录取规则有关系。你看我们家也有亲戚的孩子，就是在温哥华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医学院的，所以我大概知道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的孩子也是在这边医学院上学，所以我大概了解一下这些信息。本来我之前是想专门做一期视频，就讲讲这个事儿的。后来我太太说你也没在这边上过医学院，你讲别误人子弟。但是我就简单讲几句吧，就是他这边医学院的录取原则呢，它其实不是完全按照考试成绩来算的。其实国内也是这样，就是医学院呢，尤其是搞临床，并不是需要你是这种智商特别高、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反而它是需要你有一个共情的能力，然后有人能够跟患者沟通，更积极的去思考方向这种。所以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包括欧洲的一些医学院，它更看重的是你的这种社会实践，还有面试的时候的表现。通常他面试的时候会给你设置一些突发的、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场景或情况，然后这个考官会观察你这个考生的临场应对的能力、反应能力，还有你底层的这种人文关怀、思考，还有跟人沟通的能力。这个说的稍微有点抽象啊，但是它其实是考试成绩是按道录的，就是比如他今年准备录多少个人，录20个人吧，假如说，然后他是会设一个底线，就比如平均分80分以上我们可以把你的档案调过来，调过来之后看你的推荐信啊，看你的这个社会实践的这些经历，然后去面试，都通过之后，他是从80分开始录取的，并不是说从最高分数开始录取。然后80分，如果80分到85分，
20名录取完了，那不好意思，85分以上的就被拒了，就不录取了。它是这种规则，所以被淘汰的很多都是分数过高的。他们可能认为就是分数太高，你学习这么好，你不适合搞临床，你可能更适合搞科研，你可以去做一些基础研究。但是临床呢，它是需要的，并不需要那么精确，因为临床上实际上医学院，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教科书上教的都是标准的病，但是你到了临床上，你要面对的是真实的人，这个是不一样的。真实的人和标准的病，没有人是得标准的病的，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你一定是要，临机应变，然后能够把书本上的这个标准的病的这个知识活学活用才行。这个一会儿我们讲到就是怎么学的这块也会提到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你像我刚去医院实习的时候，我们去的那个3甲医院嘛，在急诊科就有2个主任，这2个主任就是完全是相反的例子。这个也是说国内的医学院的教育也是会有这方面的缺陷，就是中国的医疗很多就是唯技术派，就是人文关怀和这个医学伦理其实做的有点差，有些方面是做的不够的。然后这个男性的这个主任呢，就是学历很高，博士后毕业。当时我们在中医院嘛，中医院其实博士就当时还很少，不是那么多，但是也有了。然后去急诊科的这个博士就更少了，种种原因吧。然后这个是博士后，所以进去就是在这个急诊科当主任，学的基础知识很扎实，然后临床能力也挑不出毛病来。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如果来1个病人，他就可以处理的特别好，但如果同时来2个病人，他就有点慌了，但是也能应付得来。如果同时来3个病人，他就完全就宕机了，就不知道哪个都处理不好了。这个是他这个跟人的性格呀，跟他的这个思考能力有关系吧，就也不是说不好，就是他有他的能力的局限性。但是确实说，就是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完全是没问题的，但就是处理这种复杂情况，他就会有一些局限性。然后另一个主任呢，我们就很喜欢跟这个女的主任，那女的主任就是学历不高，就本科毕业就在医院急诊摸爬滚打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她就是一个病人呢，如果是来1个急诊病人，她就是处理的特别快，就有的时候我们开化验单的速度还没他开方子的速度快呢，就处理的很快。有时候不等那检查结果出来，打个电话问一下几个指标，这个处理结果就出来了，就先是抢救，然后处理的很得体。而且就是情况越复杂，他越能处理的好。来3个病人、5个病人都是急诊，都很危急的，先处理哪个，再处理哪个，中间这个先干什么，再什么，就是指挥我们下边这些实习的呀、专科的，还有这个普通大夫，就是特别得当。他就不光是说临床能力，他这个领导能力啊、统筹安排，这个能力，这个不是医学院能教的，这个真的是要看人。所以说，如果准备学医，不管你是要学中医还是学西医，要有意识的培养一下这方面的能力，就是你的思考不能死读书，只看这个医学书籍是当不了一个好医生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这个中年人吧，就是你比如你是从事其他行业的这个人士，你这个有可能你是出于这个身体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了，或者家人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觉得说对这个医疗体制不放心那你想学一些，这个是我是觉得可以学一些，但是要看你怎么学，就
不能像说高中生我准备考大学这种，你说我拿出5年6年的时间全职去学中医，我觉得不是太现实，对大多数人来说不现实。所以你要先明白自己，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要学，这样你才能知道什么方式、什么途径更适合。那你比如说像是这种还是高中生的阶段，他可能对中医是完全是没有认识的，既没有这个见过、听说过，也没有体验过，呃，可能很多都是他想象中的，可能是影视剧啊、影视作品里面啊，或者小说里面的这些情况。你像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我的想法还都是金庸小说里面那些名医啊，还有一些就是《金瓶梅》里面这些医疗的场景，所以和现实当中的这个中医不能说完全划等号。嗯，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慎重考虑，你要把这个作为一个职业，因为医学不管是中医西医，它培养周期都是非常长的。你像，呃，尤其是他说这个让女儿是哪怕学大专都要去，这个千万不要啊！就是，如果你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真的是说考本科考医学院很困难，我知道现在这个医学院的分数线好像下降了，录取的没有原来那么高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说考本科都困难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不要选这个医学的，就确实是医学是学习难度比较大的一个专业。呃你不，咱们就不说这个理解能力了。你像，就是我记得有的那个专家就说这个高数的问题嘛，就高数中国好多高校这个高数这个及格率特别低，有的人的这个学习能力啊、理解能力，他可能确实是理解不了这个学科的。就是医学也是这样的，好多基础的，比如生理、病理啊、细胞啊，还有中医基础理论啊这些东西，有的人他绕不过来，就是他看书他可能习惯了这种中学呀、小学的这种应试教育吧，然后你去学这个复杂的东西的时候，没有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他理解不了，这就非常痛苦了。你学不明白，那你更别说你用到临床上了，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我上学的时候，国内的中医院校，包括国外，就是像加拿大这边的中医院校、中医学院，它都是中医西医都学的，就是西医院校学的课程，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我记得我们上临床之前吧，可能大一、大二就还没有开始接触临床课的时候，学基础课，一周就一个学期就40多门课，排课就是从早上7点，有时候能排到晚上9、10点钟，一直上课啊，不是说这个还有休息的时候，就课都排满了。你好，这个今天就是因为你发那个评论啊，给你简单讲一讲，就是如果适合的孩子适合，那我肯定是鼓励学，然后不适合的话，千万别勉强。那个真的有的同学那学的都哭的，包括现在我看网上抖音也好，那个微博上也好，有晒过吧？那个我们真的是那个你从教科书从地上往上落，比那个门高的，就至少比大多数的这个普通身高的人的身高要高的，那你都要看，都要考试。我们都没什么选修课，就光必修课、考试课就是特别多。哎呀，很多人他一挂科，然后就转不过来了，就很困难的。这个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自身的学习能力。而且我记得张雪峰也说过，我自己经验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国内的医学院校吧，它就地域性特别强。你是北京中药大学的，或者首都医科大学的，你毕业了以后，你进到当地医院，和你是外地的其他的，哪怕是名校的，
这种医学院校毕业的，你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实习的时候，有一起实习的，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学生，那个就是难度就很大了。也有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上学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考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结果阴错阳差就没去成，就在北京了嘛。这个，你像我们学校毕业，然后我进到北京的这个医院里面工作，基本上一问，这个中医专业的都是我们学校的校友，或者有一少部分是这个首医的这个学中医学院的这个校友，就是大家彼此都认识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一块实习都是在一块的。这个怎么说？你毕竟熟悉一点，然后稍微绕一绕都能找到关系，那你在职场上其实相对难度就低很多了。同时呢，我们这个专科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还有一个民办学校的中医院校，一个班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实习，然后我们一聊，就是他们的学费比我们多很多，老师都是我们学校请过去的老师讲的课，但是他可能录取分数啊，各方面的，就是他的这个学习能力、理解能力，这个有的人就是学不明白，好多就退学了。同时呢，那个班里面我印象很深的，当时有一个男生，应该是江浙沪那边过去的一个小伙子，跟我们年龄一样嘛，他就我们都是同一个年级，啊，他老师都是一个老师，但是他那个真的是很有天赋，他做推拿做针灸，当时我们看，就按照我当时的理解，包括就是当时我们专科的这个带教老师的理解，他的这个临床能力已经比很多医院里面带教老师要好了，就是好多病人主任都敢放手就去让他去治的，而且治的效果很好。然后我们也去跟他就是互相切磋嘛，就是你给我们治一治啊，然后真的是手法很好，就是后来问嘛，他就是家里面也有家传，从小就学，然后学习也很刻苦，但是因为他是这个民办学校嘛，那就是完全是没机会留在这个北京的医院的，只能是回到家乡啊，或者是去到其他地方再去找工作。这个你就业就是受限很多，咱们就说至少你就业的这个起点就很低。这是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了，那就20多年前了。到现在的话就更严重了。现在你可能你如果不是7年制，不是博士毕业，你如果只是本科毕业，你是很难就业的。就是公立医院基本上你到社区你都进不去，你到农村一些的卫生所，或者是可能去私人诊所，都很难能进得去这个行业。那你如果说家里有条件，你给他创业的话，可能也是起步的阶段会非常难的。那你这个投入的时间精力，你想想，如果你学别的专业，4年本科就毕业了，然后你这本科都没毕业呢，然后人家工作2、3年了，你都还在上学。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看那凤凰卫视有一个节目，就是采访那个香港的一个学生，一个男生嘛，就说你以后想学什么专业啊？他说我想学医生啊，但是我不知道我老豆能不能支持供我上医学院啊，然后所以不敢报。这个真的是你对家庭的负担，然后你的自己的努力付出，培养时间成本确实是很高。我记得我刚去医院工作的时候，我跟高中的同学聚会，那同学上来就问说你在医院工作挺好啊，你这个收入多少？啊，我说我是收入多少多少，他们都很惊讶，他说收入这么低吗？就是不相信的，说我开玩笑呢，真的就是那么低。你刚进到医院，你其实还不能当个整人来用嘛，那你肯定是收入是最底层的，而且待遇很差。好多人以为医院是高薪，这个真的是怎么看？像我们医院那个当时可能
还特别出名过，就是80几年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市的副市长去这个医院做过一个这种采访吧，就说你们这个护士长挣多少钱啊？然后那个护士长说，哎，我们挣多少钱？然后这个副市长都惊呆了，说，哎呀，比我这个副市长收入都高啊。那你在80年代的时候，你在90年代的时候，你属于高收入，因为当时很多人的收入都是死工资嘛。那医院它有一些这种额外的收入，就显得高一点。我记得我们当时刚毕业，那个有的老大夫就说你80、90年代的时候，你一个月挣5000就算高收入了。那你要到2000年，你到2010年，你收入还是5000，那你就算不上高收入了。就是这样，就是医院它这个体制是一个小的独立社会，尤其是中国，它跟这个社会有点脱轨的。哎，就是你如果进公立医院，你要做好准备，你会比你当年高考同样分数的同学收入要差很多。这不是1年2年，是可能几年。然后，那你在后续的你这个择偶上啊，然后婚配市场上啊，你的竞争力其实是有限的。创业中医医美方向怎么样？嗯，我觉得可以，但是要看适合不适合吧。医美方向本身也有很多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问题，教育和医疗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价值。哎呀，这个就是说出来都是眼泪啊！我们当时医院发工资，我看工资条，我都真的就是欲哭无泪了都。我们工资是200多块钱，剩下全是绩效，就是你加班费啊，什么这补贴那补贴，然后加上你的各种这种所谓的工作量吧，你最后就是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正常一点，但你如果什么都不干，你的工资就是200多。然后一开始我们还是什么视同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然后你什么社保啊、医保这不用交，就跟公务员一样，不用交就直接享受这福利，然后医保都是100%报销的。到后来过几年改革了嘛，改革了要自己交社保。最后有一次我记得我请假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就那个月没上班吧，然后扣完钱，最后我还欠医院钱，就交完医保啊，交完这个什么住房公积金之类的，最后我还欠医院钱，然后又过了1个月，又扣了点儿，这个才把这个账平上。3甲医院医生年收入100万到200万，这个是不可能的。有好多医院院长年收入都到不了这个数。我们这个朋友前天一块吃饭，他是协和医院某个科室主任，他一年都到不了100万，100-200万，他不是医院的收入，他可能有一些社会收入啊，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收入，单纯是医院的收入没这么高。那也是分医院分专业吧。我们像我们原来同事里边，像我说过那个急诊科有一个大夫，就是我们都管他叫钻钱眼里了嘛，就是别人一说急诊值夜班啊或者值夜班都躲，就是能换就换，就不想值这急诊夜班。他是抢，他给别人钱，说我给你多少钱，你把你这夜班让给我，就是为了挣钱嘛。表哥是吉林医科大学毕业的，54岁，天天在家炒股，也不去医院上班了，等着退休呗，提前办个早退。54岁要是外科，有的时候上手术就开始有些吃力了，这个真的是分人。我们也有同事就年纪轻轻就半躺平了啊。我们那当时有同事自己想办法给自己开了一个2级精神病的一个证明，然后上一半班，就是1年上半年班，然后歇半年就看病，就是医院也没办法辞退他。对，哎呀，能挣100-200万的
就是金字塔顶峰的，大多数医生收入没那么高，还是挣个10万、20万、30万、20、30万是更多一点的区间吧。少的那种底层的，那就有时候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带的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嘛，他家住的比较远，自己买了一个车，然后我们聊天，我说你这工资够油钱的吗？算了算，真不够，就是这么低。你要说那什么都算上，也不算高。我认识的大多数普通医生的话，呃，一个月有个5、6万，一年你有个50、60万、70、80万，就已经算高的了。再高的话，就是会非常累的，你就得到处飞来飞去、跑来跑去的去挣钱了。嗯，他也不可能挣那么多。你这个分地方吧，有的地方我知道，你像北京某个地方的那个某个医院，他这个一个医生一个月就能开出几百万的药，所以他光药题可能就不止这个钱了。哎呀，外科最惨了。我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医院2个手术室，然后手术科这个外科和这个麻醉科大夫天天喊累，说哎呀一天这个2、3台手术忙不过来了，没时间休息了。然后后来我工作10年了，那手术室扩建多少啊？就是多了好多，然后人也多了呀，但是一天就是以前的好几倍的工作量，收入还是那么多。你你说这个真的是这个我们说分配的太不公平了。嗯，其次就是你说学医有什么好处吗？就是好处，我觉得就是你避免上当嘛。医疗上面骗局太多了，就不管是中医、西医、保健品这些，到处是坑。基本上很多你如果没有医学常识，基本上天天都得被人骗。这个我觉得我就是从小被骗大的，各种这种智商税产品没少用。呃，古人就是说你不知医不足以称效嘛，就是你给家人选择这种医疗服务，当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你一点医学不懂的话，这个真的是分分钟被骗。嗯，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移民会面对，就是其实中国国内的普通人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你说汉语吗？因为你的基因吗？还是因为你生活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你的祖辈在那个地方生活过？嗯，我那时候是跟北京一个著名道观的这个道长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话题的。当时是讨论说什么叫道教，他是北京道教协会的，也是高层啊，那名字就不说了，就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道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这个神话，还是说仪轨，还是说这种节日？后来他就总结说，他说道教其实就是古代汉族人的生活方式，还有对世界的认识，他的三观传承下来了。那中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证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呢？怎么证明你是一个汉族、一个华裔？我说不是汉族，就是你传承了中华文化呢？其实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那像很多新移民，他是极力撇清，就是啊，我就是要融入这个西方社会，我要融入当地。那怎么融入呢？那个王教主就说过啊，就是融入不是你要变成白人，你也变不了白人，
你英语说的再流利，你和这种从小长在这儿、世世辈辈长在这里的白人，他的语言还是不一样的。你的想法、你的思维，你就是一个华裔，你这是没办法否定自己的。但是你怎么认可自己呢？是说别人谈论起这种对世界的观点、对这个文化、对历史的，你能不能说出点东西来？现在很多人是因为他国内的这个教育啊，他说不出东西来的。我儿子像在这边学这个中文课啊，我就感想就挺大。他一开始上的是台湾老师讲的，然后他讲的内容不是说就是光让你认字，很多就是给你讲文化的，就什么是中秋节呀，什么是端午节呀，有哪些传说故事啊。大拿的挂号费都大几百上千，还根本挂不上。国内三甲医院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当然最低名校硕士，硕士学历，硕士进不了三甲了。现在你硕士，你现在有关系，地条的都进不了三甲的。最低的就是一些不好的科室啊，你说后勤啊，或者说是消毒室吧，这种你硕士可能能进去，进去也是受排挤的。挂号费那个现在是不是国内都已经受限了？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90年代的时候，呃，北京这个政协提案说大家看病难看病贵，这个看病不方便，想挂专家挂不上，那怎么办呢？就是增加一个点名费，就是我花个300块钱、500块钱就可以点名这专家看，这就是最早的挂号费。然后后来过了10年，又这个两会提意见说不行，看病难看病贵，我这挂号费太贵了，那怎么办？不许收点名费了，然后挂号费就夸全都涨上来了，大家都一样了。这个主任医师多少钱，副主任医师多少钱，主治多少钱，然后没点名费之后，那就你就是挂不上了，就是他因为开放的号就很少。当然这挂号费啊，不是医生本人挣，然后我们那个挂号费都是2联，然后有一联呢，写了一个数，另一联呢是5毛，就是看一个病人，那个挂号费你别管多少，就那5毛是医生的，剩下是归医院的，跟你没关系。你收几百几千，不是都给医生的。而且这个东西呢，就滋生了黄牛。我认识北京有一个，做他那个算什么行业？做这个医美的吧，做医美，然后做医疗器械，什么都干，什么挣钱来什么。他是学机械毕业的，就跟医疗完全没关系。但是他第一桶金就是靠北京东四附近的几家著名的三甲医院那边扎堆嘛，好几个著名的三甲医院。怎么弄呢？就是找这边实习大夫，然后说：“你卖我一个白大褂吧。”不卖，我这就一套，这一套1000块钱卖不卖？不卖，我这个卖了你，我没得穿了。5000块钱买了一个实习大夫的白大褂，这印着某某三甲医院，然后跟门口转，看，得会察言观色呀。这穿的衣服啊，戴的首饰，戴的表，这个像是有钱的，就问：哎，您要挂哪科的号啊？挂什么什么科？然后说现在专家挂号费46分账，这么好吗？我没有经历这个，我知道有的这个私立诊所都已经是19分账了，但没什么卵用啊。哦，哎呦，你一个叔叔在牙科整形主任，上面全是博士，还是海归博士。
牙科、口腔就是特别卷的，嗯，公立医院卷得很厉害，私立的也卷，因为现在口腔私立的也很多，都有几个上市公司了嘛。还是说刚才说这个，他就是靠这个，然后就先找目标，说你要挂哪科，我给你挂顶级专家的，我挂不上啊，我这等了多长时间都挂不上。说没事你挂上，我把号拿过来，你给我钱就行。他不去挂号处挂，直接穿着白大褂，直接进诊室，低着头，哎，老师您给加个号吧。然后，哎，一般的主任都忙啊，这都不抬头，一看穿着白大褂，直接写一条的加号，拿过去。一个号当时他是卖几千块钱吧，就很快就第一笔这个第一桶金就赚到了，就自己开公司了，就自己不用跑了，就雇人穿着白大褂，没有任何成本，你挂不上号你就挣不着钱，但是你挂上一个就挣一份钱嘛。这个就是黄牛这个挣钱的路子还是比这个医生挣得多。专家挂号费46分账，那这个医院，我们原来医院有这种外聘专家，就是从别的医院请过来出门诊的，这种呢，就是待遇是会很高的。你要本院的专家挂号费没那么高的分账而且好多专家号，我觉得不是那么值啊。就我们实习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有某个特定年龄段的这个专家呀，大家尽量避雷。就是那个年龄段呀，大家回去推，他上学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叫工农兵大学生，就是白件医生，就是考试考白卷就能当医生，然后表现的积极分子或者有关系就能进医院，然后可以说是很多都是混的吧。我师傅那时候在那个东北建设兵团，然后当时他们北京的有一个一起的，就是积极分子。怎么积极呢？就别人都是干活干累了，干完了就一边歇着去了，他不是，他就专门找最脏最累的活。什么最脏最累呢？就是清理猪圈。这个猪圈不是有各种脏东西吗？然后他就早晨一开班，就先把这个猪圈的这脏东西全都清到外边，堆成一堆，然后看看干完了吧，快干完了，别人正常你就休息了，他不休息，他再把这个脏东西再给运回到猪圈去，然后就一天从早到晚不会停的，就是运到这边再运到那边，运到这边运到那边，干了1个月，就是不出意外就当了这个被领导撞到之后就成这个先进分子了。不到1年就推荐回北京上医学院，然后就进了北京著名的3甲医院，后来就当了主任，当了副院长。但是大家想想，这么投机的人，他会花心思学医吗？我们那时候就有笑话嘛，就说医学院就2类人，一类人呢就是我们做完动物实验，这个用兔子呀、小狗啊、小老鼠就做完实验。有一类人呢就是把这个兔子、把这个狗就直接收敛好，该缝的缝上，然后给它好好安葬，入土为安。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什么兔子、老鼠就都扔了老鼠一般没人抢，然后这个兔子呀、狗他就直接大卸八块，然后送到食堂炖汤了。前一种人呢，后来一般都能成为这种各个科室的专家、教授，就是专业人士。他既有专业精神，也有这个基本的伦理和这个底线吧。第二波人一般就当不了专家了，一般都是当领导，就是没有底线嘛。
哎呀，这个好多好玩的事儿。嗯，我们这个得加快点速度啊，这个第一部分讲的有点太多了。就说你学了这个中医之后吧，你生活方方面面，其实你的观念会不一样，就是你怎么看待生老病死，人生八苦嘛，有生老病死，都是每个人躲不开的课题。但是至少从我是国内受的教育嘛，我觉得国内的中学以前的教育是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你也看不到。我其实学医就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有老人去世嘛，突然去世，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病。我姥姥是当时很严重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你看到他们这个痛苦啊，你就是会有触动，然后你就会想要知道为什么嘛。然后就是你出国也好，你不出国也好，你有这个中国古人的这个智慧啊，这个观念三观，你才能体会说，哎，为什么我们和其他族裔是不一样的，而不是说，我学了英语，我到了加拿大，我到了美国，我要跟本地土著同呼吸共命运，我跟他一样的想法吗？我觉得很难共情啊。我觉得还是认可我自己的族裔，认可我自己的文化。那你其实学中医，其实很多东西就可以学到这方面的东西。我们怎么面对疾病，怎么面对死亡，怎么面对衰老？好多时候不是说你有钱呀、或者是有地位啊，或者是怎么，你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它更多就是你的思想的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行业虽然很难入门，培养周期长，啊，种种困难，但我觉得还是确实是一个很稳定的行业。就是你如果真的学明白了，然后你的技术也愿意磨练，你也对这个感兴趣，你不会做的太累。当然你疯狂想赚钱，你也可以很累啊。但是你正常你可以达到一个生活工作一个平衡，然后收入报酬呢，呃，我记得我同学还有这个同行探讨吧，就是一般来说做中医呢，正常的收入啊，我们不说那种极端的国内的三甲顶级专家也好啊，或者是那种网红啊，或者是特殊的那种情况，这种钻钱眼里的情况，就一般你会比你的患者的收入啊，平均收入是相接近的，要么高一点，要么低一点。就是你面对的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你的收入大概就是跟他们的平均收入接近。当然也有那种比较极端的啊，我看国内有那种给自己标榜是什么穷人的医生，然后专门就是哪儿穷去哪儿，然后号称免费针灸、免费做什么什么治疗，最后弄得人没少花钱，那个挣钱挣的，我看比一般的公立医院的医生要挣得多。我了解的现在三甲医院手术室都排不满了，你这个信息我觉得不太一样。你要说流水线那种，好像我听说就是这个山河四省某个省的那个医院是最出名的，号称什么全世界门诊量最高的医院嘛，那个不是好事儿啊。这个流水线手术室运作，那个是从苏联、从俄罗斯那边来过的，就是第一个那种做近视矫正手术，当时在俄罗斯发明出来之后，它就是流水线式的，就是每个人只负责一部分，就是它要技术保密，你来进修你只能学会一个步骤就是效率确实很高，但是医疗不能光看效率啊！你像王志安那种，就是傻乎乎的，就纯这种，他都不能叫理工科思维了，他那叫科幻式思维，就是什么都讲效率。医学它是有科学的部分，它更有人文的部分，它要
关心这个患者本体，他要有这种医疗伦理的问题的。你做流水线运作，这种我非常不认可啊！你这个为了赚钱、为了效率，这种是非常不可取的，有违医疗的本质。反正学中医就是这么回事，大家学之前呢，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要有一个远景，就是我学了中医以后，我以后准备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准备要面对什么生活，我准备做什么。那个我看王健就是说嘛，他说好多人移民后悔，就是说这个没有远景，就是他就凑大溜，就觉得哎之前在原来的国家生活的不顺利了，或者是遇到困难了，或者怎么样，然后觉得换一个地方，就跟穿越一样，换一个地方，你这个就起飞了，就走上人生巅峰了。这并不是这样，因为你这种想法的话，你遇到困难就会整个人就颓掉了。反过来，你有一个远景，你想以后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10年以后、20年以后你要过什么生活，这样你遇到困难的话，你觉得都是达到你的目标的这个路上的风景。学中医也是这样，就是你不要像叶公好龙那种，就是给他都是一个空想出来的东西，也不要就是太极端化，就是说我就冲着一年挣个几百万我去学中医，那我觉着趁早还是别学了。我看过一个这个段子吧，就是其实是国外的一个就是访谈节目，特别有意思。她就是一个女士吧，她说：“哎，我想当兽医，这是我一个从小的梦想。但是现在我想想，我已经40岁了，我现在去学兽医，我要学5年，我成为兽医的时候就已经45岁了。然后我很苦恼，我要不要去学呢？”然后那个主持人怎么说？那主持人说：“你不能这么想啊，你要想一想，你什么都不干，你5年以后你也是45岁。那如果你花这5年的时间你去学兽医，那你45岁的时候你就是一名45岁的兽医了。”这个中医也是这样，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对这个职业你充分了解之后，然后想要有这种目标、有这种远景的话，那我觉得你是值得付出这个的。至少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说我在学医的路上啊、从医的路上啊遇到的各种事情，我没有觉得后悔啊，我觉得都是正常的。维他命 CC 啊，你这膝盖怎么样了？也没写信。我看到有人辟谷能达3个月之久，我想知道辟谷对身体很好，有没有能把辟谷作为一种常规的生活方式？那不就是轻断食吗？就是你先要弄清楚辟谷，什么叫辟谷啊？这个辟谷的概念，现在网络上就是有点混乱的。我们说字面意义啊，避就是那个逃避的避，去掉一个走之嘛，那个去掉偏旁部首，那就通那个躲避避开的这个避。谷就是五谷，就是不吃主食就叫辟谷。你别说3个月了，你有的人什么生酮饮食，他们不吃主食，不吃这个谷物，可能几年、10几年都有。它适合一些人，你要看你的生活方式适合不适合。而你要说是按严格的、真的那种辟谷，或者就是佛教说的断食，就是什么都不吃，不吃不喝，这种是需要你身体它一些功能要打开，然后一些功能要关闭，然后进入到那种状态才可以。你进入不到那种状态的话，时间短也有可能受到伤害。哎呀，我之前辟谷最大的问题其实跟那个睡眠是一样的，就是你一旦你睡眠质量高了以后，你多出来时间你不知道干嘛。然后达芬奇睡眠法也是这样，我原来年轻时候都试过，就是你确实不会困，然后精力也够，然后但是你多出来时间你不知道该干嘛去了。然后辟谷也是这样，我那时候辟谷就是你平常你习惯了一天3餐。
你别管你早餐你吃个十几分钟、20分钟，中午吃半个小时，晚上吃1个小时，还是吃多长时间？你一旦辟谷真的什么都不吃了，你会发现你吃饭这个时间，你到点你不知道该干嘛了，就是它和你日程安排是不一样的。正常的话其实是需要安排一些练功啊，或者你要看一些书，这个先要想清楚你要干什么，然后你再考虑辟谷这种方式适合不适合你。它这个不是说要把辟谷当成生活方式，是你怎么通过这个工具来让你的现有的生活方式更好。膝盖还在恢复中呢，恢复50%，稍微有点慢呀。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写邮件联系啊。贤曾儿说，学中医想学技术也看命，能不能碰到好师傅？大部分人可能碰不到，或者年轻时碰不到。这个真的是看命。你像我原来老说我大学同学那个刘大师嘛，刘路遥，他这个命就是很曲折。那我们本科毕业，好多同学呢就考研究生了，然后有的上到博士以后才来社会，有的就直接就在大学里面就做学问了。就是你每个人适合的这个命不一样嘛。然后这个刘大师呢，就是我们本科毕业，大多数人都是往大医院钻，就是哪个大医院、三甲医院要人去面试，争取进去嘛，你肯定福利待遇啊，各方面都更好嘛。然后我当时是完全躺平的思想，我当时想的是，我得找一个不用值夜班的，然后就出门诊，这个也没有病房，这个看起来比较轻松，挣多挣少无所谓，我自己可以出来创业，自己挣钱嘛。结果真他妈倒霉了，就是去了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后来才知道是全国最大的这个骨科病房。然后3层楼都是骨科，然后每层都50-60张床，然后3层值夜班，2个大夫，那时候3天1个夜班，我靠，这个有的时候你病房你值完夜班你还要出门诊，弄得我当时都精神衰弱了，就真的是崩溃了都快。这门诊一天200多个号，这个真的是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哎呀，都 PTSD 了，所以后来我出来，我就是都限号，我不要看那么多，少看点，这个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刘路遥呢，他是当时被我们曲协的曲艺协会的一个学长，他的建议就说：“你千万别去大医院，你去大医院，你看三甲医院全都这个西化了，全都是西医也用，中医也用，这个学不着本事，学不着这个中医技术，你就得去基层。”然后他就找了这个方庄社区医院，那社区医院肯定欢迎啊，欢迎。结果他去了以后就后悔了，第1个月就后悔了。因为方庄社区还跟别的社区不一样，方庄社区是北京可以说很早的一个社区，当时都是政府的机关啊，什么退休的，不是退休，当时都是政府机关分的房在那儿，都是好房啊。当时建的时候号称亚洲最大的社区嘛。但是后来又让这个天通苑和这个回龙观把这名头给抢了，现在好像这个名头又到贵州了吧？然后他去了以后，社区医院没有人找他看病，都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这个找他开药。我降压药没了，降糖药没了，你们开药，然后就是号脉的机会都没有，就没人找他号脉。然后第1天，这个有个老大娘找他扎针灸，他问说：“大娘，您不晕针吧？”我说：“不晕啊，我那扎过针灸，没晕过。早上吃饭了吗？吃饭了。行，想扎哪儿？哪儿不舒服？然后第1针下去直接晕针，抽那儿了。他这个就一下就对这个不自信了。所以他在社区医院又学不到东西，又得不到晋升的机会，挣的钱又少，他就特别痛苦。
然后就又考研究生了。考完研究生呢，这回想说，我这一定要去大医院。结果这个几年研究生下来，再加上他去方庄医院工作几年之后，这个医学院的毕业生环境、就业环境就变了。我们那个毕业时候刚非典完嘛，各地医院都在扩招，扩招几年都差不多了。就他研究生一毕业，人家三甲医院都不缺大夫了，就不怎么招医生。然后他这个硕士学历就不行了，进不了三甲了。然后你想一想说，那怎么办呢？那要不再回方庄医院吧？结果方庄医院说：“哎，不行啊，我们这个名额都满了。因为当时政策改革，社区医院呢就独立了，就是旱涝保收，就是他就直接是拨款，那个就你看不看病，干不干活，这个收入都挺高的。有的时候比一些三甲医院刚进去收入还高，就会他这就卡在这儿了，就你三甲的中医院也进不去，然后想回社区也回不去。”最后就只能去这个西医院的这个中医科了。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机遇，就是虽然想要达到的目的都没达到，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工作，然后有时间精力，有平台，他就学习啊，做学问啊，研究这个中医还是研究的不错的啊。他还做了公众号，也有这种网上的课程，待会儿我也会给大家推荐。看看留言啊，万医生，我感冒搞成了慢性咽炎好多年了，中西医都看过，没啥效果。这个你把详细的情况你写个邮件给我吧，你这么写的太简单了，就不太好给你具体的建议。就是你平常喝水怎么样啊？这个症状是什么？说话多不多呀？你像好多说相声的，好多这种播音员都有慢性咽炎，它跟他职业有关系。这个也有很多办法，就是你去调呼吸，还有包括练这个舌底上颚。好多慢性咽炎也跟颈椎有关系，有时候需要调一调颈椎。嗯，没效果，为什么没效果？为什么说看不好？这个有点奇怪啊。这种就是你如果说看了一个中医，他跟你说是什么什么，这脾胃两虚啊，或者什么什么诊断，给你诊断，然后开了药，吃半个月也没管用，那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不管用，让他换个思路，或者就干脆就换一个医生吧。就好多中医，他甭管专家不专家，他好多脑子是稀里糊涂的。你像我前几天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就是有一个多伦多的一个中医吧，还是前辈，这个名号很大，也好像也是都是这个什么开始收徒弟了。他就分享经验，就分享完以后我就开始怼他了。他分享什么经验？他说我经过我的研究，现在这个很多人失眠的原因比较复杂，所以呢，我就这个弄了一个方子，然后弄了一个针灸的穴位，你只要照这个做，这个就有效。我这个是什么呢？是肝脾心肝肾同治三个脏腑同时发力。然后我看了看，我就乐了，我说：“哎，这个大师，你这个方子好像还有调脾胃的，那你这是不是心肝脾胃肾同治呢？那中医总共就5个脏，你这一下治了4个，你就肺没治。那万一这个人是因为肺的原因导致睡眠呢？比如这种呼吸的慢性病，他晚上哮喘发作，呼吸不畅，导致了这个失眠，你怎么办啊？这个不是发散弹嘛，就是总有蒙上的是吧？而且你这个什么都治，那不就等于什么都没治吗？然后呢，穴位呢上来就是直接开4关，然后这个能扎的地儿都选那么1、2个穴位吧。我说那你如果碰上那种气血比较虚的，你上来就开4关，他是不是更亢奋了？结果人家很轻松的就应答了，就说我们要个体看每个病人，我都是会
有医嘱的，我在医嘱上面都会让他这个不要熬夜，然后调整生活方式。我说那不就是免责条款吗？没治好就是他没调整生活方式，没遵医嘱啊；治好了就是你方子治得好呗。这个就是耍流氓啊！就是大家以后如果真的学中医，就不要这么学。然后如果你要看到有中医这么忽悠的话，就赶紧换人就完了。哎呀，不光是中医看缘分，这个西医也是看缘分的。好多这个西医的医生，其实综合素质啊、专业水平也不是很好啊。我们这个说的有点太多，1个小时了，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吧，就是怎么学。这个分几个部分啊。就第一个，如果你是孩子准备学呢，呃，没得说，就是你先卷成绩吧。你高考成绩你得达到医学院，就是中医学院的这个录取标准，而且它不同专业的录取分数也是不一样的。我其实更推荐大家学这个针灸推拿专业。是直播啊，你好，这里是直播的。现在没时间录播，所以现在都是直播。而且就是能考这个名校的，尽量考名校，就是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广州这几个老一点的中医院校吧。它教学的方面呀，生源的质量方面呀，还是要相对好一些。考试分数不一定都高啊。你好，你好，感谢这个支持的直播这个观看啊。有问题欢迎随时留言。这个不同学校之间呢风格不一样。很多地方它可能是更适合它当地的。你像比如说像有些地方院校它就更这个擅长针灸，有的地方院校它就更适合这个方脉，有的地方院校呢它就更适合推拿正骨。这个各个学校这个特点不一样。学中医就是学文化，不一定能挣钱，还费钱，确实是这样。你要学的起码要学到比较好的程度吧，才能收支平衡。但是也有成本相对低一些的学习途径啊，不是说一定要花几十万拜师或者上这种高价培训班才行。很多的情况也是可以不用花太多钱，而且我身边也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就中医院校这个，这些名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留学生会比较多。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将近30名留学生，有韩国人啊，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有瑞典的，有巴西的，就基本上各个大洲都有，就没有非洲同学。但现在听说是非洲的留学生比较多啊。我们那时候是没有日本留学生，日本留学生很少。然后我们前几届就是日本留学生特别多，后来从2000年开始，日本就不来留学生了。我们这个留学生比例，中医院校留学生比例不比这个清华北大少啊。这个好多留学生真的是冲着这个中国的文化呀、中医来学的。包括我们班那时候有韩国的留学生，最后就留在中国了，就这个定居工作成家了。当然也有这个同学就跟着这个留学生就去国外了。我觉得对这个改变我的三观是很大的，就是你跟这些同学天天在一起嘛，那真的是和了解很多这种新闻联播不让说的这种信息。这是就适合你现在如果孩子呀是中学阶段，你就可以考虑就是考这种中医院校。没关系，没门路的普通家庭孩子不建议学医。对，确实是这样。这个真的是没错。但是我就是属于没关系、没门路普通家庭的孩子，然后我就感兴趣嘛，然后
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就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想出人头地是比较难的，但是你想进入这个行业，做出成绩，然后有一份工作正常收入，然后做出一定的成绩，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中医就更是了，就是中医比西医的门槛还是相对低一点，而且没有西医那么卷。你像好多地方进这个中医院相对门槛要低一些。国内中药大学哪个最好？很多都很好啊，就是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成都这几个都是老牌院校，然后有些院校也有特色，你像比如像东北的黑龙江大学啊、辽宁啊，河南中医药大学、江西、福建中医药大学有很多台湾的留学生，然后好像福建中医药大学出国的比例特别多，他们这个很重视针灸和这个语言英语的教育。对啊，就是你要如果家里条件还可以，不是指着说孩子这个什么跨越阶级的话，尤其你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跨越阶级很难了，就是有个稳定，这个就很重要。你除了考公考编之外，我觉得学中医是一条路径。专业的话就是几个方向，一个是中医临床，一个是科研，还有中药，然后就是针灸推拿。正骨和中西医结合不推荐啊，这两个太小众，就是就业不是太好。临床就是你一般他们有那种科研班，都是可能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然后最后一般你就做科研吧，就是实验室里面，跟学西医差不多。最后就是你只是可能中医的课题会做的多一点。相对容易拿课题啊，就是可能它经费没有西医那么多，但是它的竞争也少。然后中药就是进药厂或者是做药师，一般都是进药厂，也有做科研的，也有做管理的，也有自己开药厂的。我们学校最有钱的校友就是学中药的，那个中药学院的校友一捐都是几千万、几千万的捐。然后中医临床的话，就是各个科吧，内外妇儿这种进这个医院。临床什么都学啊，然后但是他针灸推拿就学一些基础，学的不多，他们学方脉的多一点。然后针灸推拿就是学针灸推拿多一点，然后方脉也都学，内外妇儿都学的，就是相对学的没那么多，课时少一点，侧重点不一样。专业真是看个人吧，就是你比如你的孩子呀，或者你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我就建议学针灸推拿。体能比较好，可以学针灸推拿。如果是说，呃，这种动手能力相对差一点的，就可以考虑中医临床，但是它需要这个思辨能力更好一点。到后面分科的话，可能要再选择一下吧，就是看看哪个科感兴趣。哪个科能挣钱呀？你得看看。相对学方脉的培养时间可能更长一点，针灸推拿，上手快，然后工作也更好找一些。这个是高中生，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就是不用看专业书，你去看一些这种呃我们叫中医文化的书吧。呃，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也推荐过，《明老中医之路》，他出过几集，我买的有最近他好像有那种合集本，就是把几本书钉在一本，一个大厚本，《明老中医之路》，他就当时是找的各个科室的这种老中医的专家，
然后讲他自己的学医的经历啊，为什么学中医，然后怎么学的，学完以后为什么对哪个科感兴趣，然后这些年的经验，给年轻人一些经验，就好多就是小故事。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或者你准备学中医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然后你可能能找到跟你很像的人，然后你就可以模仿他的路径，就是复制他的路径，那你就也能成为名老中医了。当然也有概率的问题啊，但是至少人家是一条成功的路径。名老中医之路啊，知名的名，然后老就是老中医嘛。对，学中医的话，中医院校就业率不是很好，尤其是对口就业率。我们班100多人，可能就10%几，就是进入到这种对口的专业的临床吧。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我堂哥曾拿中医书自学中医，那个你如果没人带的话，这个是很难学成，很容易学偏的。这个因为跟他的教材编写啊，还有就是市面上的这个书有关系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完，就是如果是中学生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名老中医之路》，就当做一个培养兴趣，你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至少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那如果是你说我是成年人了，那我去学中医有什么途径呢？我查了一下，还有就是我知道的一些信息，就是以前的话叫非医公博，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第一批试点吧，就是非医学专业，就是非中医专业、非医学专业，然后可以直接读博士啊。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罗大伦嘛，当时他就在我们学校上学，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口才很好的，也不差钱。他们那个第一届那个班基本上都财富自由了，好多人都很有钱的，各行各业都有。有的人后来就是在中医领域也做得很成功的。罗大伦，但是他们这个非医公博那个班啊是不能考执业医师的，很有意思。他们罗大伦也考不了，就是只能是做这个中医研究或者中医文化推广吧。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坑人，就是那些人真的是很爱中医，很有热情。他们因为是非医公博吧，他们没有医学知识，所以他们入学之后那个要补本科的课，然后本科的课就和我们本科生一起上的，所以我就跟里边有一些这个大姐姐啊就比较熟，就聊嘛。那最后好多他们也进入到这个行业了。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非公博。维他命 CC 问《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这几本适合初学者吗？这几本都不适合初学者，初学者千万不要看这几本书，你看了你就直接就可能从中医粉的状态变成中医黑的状态了。一会儿我会具体说为什么。现在呢是有一个叫确有专长，或者简称叫师承制，它是分老专长和新专长，就是你原来不是这个中医全日制本科毕业的，然后他给你一个途径，你通过这个师承，通过确有专长这个去学习完之后，通过考试是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这比那个非医公博那个要好，就最后你能有医师证。您就是自学，然后顺利拿到自己执业医师，独立开诊所，算了一下要14年，费用至少准备20万。那你20万14年花的不算多了，我认识好多花的比你多很多，你还是很顺利的，恭喜你啊！确有专长这个，它是要求高中以上学历，然后要
拜师的，老的是有可能一个导师就行，新的可能要求2个导师，都是有多少年临床经验，副主任医师以上。我那时候就有人走这个确有专长，然后就找我当这个导师嘛，给他签个字。然后你通过这个，好像以前是3年，现在得是5年了，就是他有专门的课程，然后你要定期报告啊，要定期考试。5年以后，合格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考试。以前老的是只能3年的是只能考这个助理，然后助理你在工作1年之后才能考这个医师。现在是5年直接可以考医师，当然他也要临床实习，现在就越来越规范嘛。然后这个呢是省立级的，他最后考下来那个执业医师是有一个特定范围，就是你的职业必须是你认定的这个确有专长的这个范围。你比如你这考的是正骨，考的是针灸，考的是推拿，就限定你只能在这个范围执业，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其次呢，就是它一般是省一级认定，就是你的这个医师证只在这个省是可以执业的，你超过这个省是不能执业的。他也可以自己开诊所，但是你要拿这个确有专长的进到公立体制就很难了。刚才我们说，你博士毕业现在都很难进去，你确有专长这个医师，人家一看好多就直接就拒绝你了。自己执业是没问题，自己开诊所呀，或者去一些私立的机构都是可以用的。当然，确实你需要有一定的临床水平经验。花费呢，好像各个省不太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很高的，好像都得50万以上。现在这几年就相对规范化了，好多省就没那么贵。我给你正骨那个店主就是师承，自己干10多年才都没有职业。这个就要说一下啊，就是中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你如果是这种养生保健机构呢，你如果没有相应的资质，是不能宣传说自己自己是医疗行为，不能说自己是中医什么什么，不能说这个疗效啊，这些都是违法的。但是好多国内就是擦边儿，但是这个也跟他这个执法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就中国有这个医师法嘛，所以有一个罪名叫非法行医。非法行医呢，就是你有医师证，你才能非法行医。那你如果是这种，比如养生馆啊，比如像王祖贤这开个艾灸馆，他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执业证书，然后只要他不说我这个是医疗，不宣传疗效的话，他这就不算非法行医。这个就是很矛盾的点。这个，这个就是好多之前我在那个考拉坝那个下面那个采访下面也有人留言，就是好多人都认为说这个什么高手在民间，没证的才是厉害的，这个就完全就是错误的认识啊！就你说的这个人家是按摩师傅顺便正骨，这种说法都是属于擦边违法的，就是你如果认真细究下来，都是违法行为。就是没有这种说法的，他只要说正骨，就是默认是医疗行为。啊，就是你如果是没证的话，他是不能宣传疗效的。哎呦，他还做针灸，这个不好说，就是包括就是范围，比如说这种疤痕灸，还有一些会破损皮肤的一些治疗，这个如果他没有证的话，在国内都是违法。其实，在加拿大，如果你没证的话，也是处于违法，但好多都是擦边行为，不出事的话没人管，出事的话就直接上法院嘛。好多最后你这个消费者是容易受害，因为他
不是没有证的话，他是好多责任他不承担的，就是只能要一些经济赔偿吧，但是损失是很难挽回的。包括我看国内好多这种特别负面的新闻，最后你看其实也是没有证的人做的嘛。我原来就说过这个比喻嘛，就是你要认为说这个没证的就比有证的就疗效好就强的话，那你不就相当于说这个没有驾照的就比有驾照的开车好吗？我去学驾照的时候就真碰到一个这个没驾照，他是那个色盲，天生的，所以他按说他是考不了驾照嘛，但是后来就花钱作弊，就一定要考个驾照下来。我们不聊天，我说你怎么这么执着呢？他是在北京开一个小门脸然后天天给人送货，开车送货，已经送了10多年了。开车技术他自认为开的很好的，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去驾校学嘛，就是他连交规都不懂，就考交规没过。那你说他这个开车技术到底好不好呢？他说是碰到车祸嘛，就是别人追尾他了，然后他就下车，不敢理论，然后直接私了，就是因为没证嘛，你这个，嗯，家人颈椎疼很久，西医拍片治疗不起作用，找了个推拿老师给扭了一下，35块钱好了。这个就是你看你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症状缓解不代表就是好了，就是你也有可能它变成一个代偿的状态，但是说不好，也可能确实是人技术高一下就好了。但是颈椎疼啊，这个一般都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很难靠单次治疗完全好的。如果要想一次好呢，一般都是用一些重手法，就是把它的这个序列完全调到，它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状态。这样呢，你通常原来的那个症状肯定就感觉不到了，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但是你日常生活不一定能够发现。所以你看短期疗效的话，有可能确实是个人体感是变好的，但有可能有风险，也有可能是有这种代偿的副作用。嗯，所以学医考医师执照，最关键的不是说你要把疗效提好，它更多是一个底线。你像加拿大这边考中医执照也好，考其他的医疗执照也好，它最主要的它不是说考你的技术，它是考你的安全的底线，就是你不会做一些危险的事情，然后你会尊重患者的意愿，会尊重这种医学伦理，而不是说我会为了疗效我不顾一切，或者是为了效果，冒很大的风险，嗯。富贵包真的没了，这个就是看怎么评估吧。如果一次就没的话，那种就不叫富贵包了，它一般是一种关节囊的错位。我们就简短截说吧，就是有这种师承的方式，就是说，所以说他们为什么干了十几年这么有经验，疗效这么好，他不去考一个证呢？并不是很难，现在有这种途径，你可以合法的获得执照，可以合法的行医，就是想不通，那真的是收费太低了吗？嗯，就是大家如果是成年人、中年想转行，就是在国内的话是有这个途径，然后在国外呢，就是中医学院，中医学院国外加拿大、美国这边都没有年龄限制的，呃看不同的地区，你像温哥华这边好像是中医学院，你如果是公立的大学，它是要求你有本科学历之后才能报考，有些私立学院它是可以有高中毕业证就可以。多伦多那边好像就一视同仁，你不管公立私立都是要求必须要有
本科以上学历，你别管是中国的学历还是加拿大的学历，然后你才能学这个中医学院。然后对这种人士呢，我觉得你去学，不管是师承还是来国外的这种中医学院，你去学呢，你的目的你要清楚，你参加这些途径，你的目的主要是拿证，就是你要符合一个底线，符合法律的底线，从而合法的进入这个行业。那你技术和临床疗效呢，是需要你自己学的，这些不是学校学的，学校只是给你一个底线，他不教临床的东西，他只教一些标准化的东西。那你怎么通过标准化的东西来扩展阅读，来提高自己的技术呢？针灸推拿肯定是你要动手去练，但是要找对方向。然后中医的理论也是这样的，好多人就是觉得中医理论不科学，或者说理解不了，这个是特别能理解的。我原来也有这种困惑，这个跟个人有关系，就是你的文脉断掉了嘛。就我们从小学的文言文、学的古文是不够的，高中阶段学的这个古汉语，大多数都是明清，就是已经很接近白话文了，了不起学到宋。那中医的这个文献大多数都是宋以前的，很多是汉唐，甚至是先秦的，这个和明清的这个文言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别说你不是专业的了，你像有一些自认为自己很专业的，比如原来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叫曲黎敏，他原来是学中文的，他是北师大的中文系的，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呢，就看准机会就跳槽到我们学校了，到这个医古文教研室想教医古文，然后后来，第一个学期就成了我们学校历史有历史以来第一个就是被他教学的所有班级的学生联名写信给校长，就是要求他下课，就不能让他再讲课了，就水平太差。那个曲黎敏后来在社会上也火过一阵啊，什么曲黎敏讲《黄帝内经》，就是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根本就看不懂这个中医书的，就是基础素质很差。为什么那个班的人同学就是要联名写信要把他这个弄下去呢？他这个就是人品太差了，你水平差，你讲不清楚课，这个大家还能原谅。但人品差到什么程度？就是上课第一天，拿着自己写的本书，大家好，我的书是什么什么，多少钱一本，然后大家可以买来看一看，参考啊。啊，没人买，没人买怎么办？就是你不买我的书，我就不让你过。最后这个班就集体写信，就把他给弄下去了。后来就不太敢这个，后来他就换了一个路子，找外边这种没证的大师，野生的中医大师，给我们学校学生做培训，说你们这个学校学的这个针灸推拿都不行，你这个得走这种民间大师。然后找了一个大师，名字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开培训班。然后他们这个我们隔壁班的同学有去的嘛，去了之后我回来我就问说怎么样啊？然后他说很奇怪，这个没听懂。我说怎么没听懂啊？他说这个大师讲了这个概念，我们在书上找半天没找着。讲什么呢？讲手阳明胃经，上来就先讲一个手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我们都给听懵了。我说手阳明还胃经，这不是足阳明胃经吗？手阳明不是胃经啊。然后他说那个老师就反复强调，就是手阳明胃经。我说怎么来的呢？我们就到处去图书馆去查，当时也有网络嘛，互联网去查半天，查不着手阳明胃经啊。后来我这个看的书比较杂嘛，我就找着手阳明胃经了。在哪儿找着呢？这个金庸有一本小说叫《天龙八部》，里面这个段誉练的六脉神剑，
里边那个有一个版本写的就是手阳明胃经，这就是错版嘛。我觉得应该不是金庸先生犯这种低级错误吧。然后呢，这个野生大师就按小说的这个经络来给这个同学讲这个针灸推拿。但你说水平能治好病吗？我们说不好啊，但是确实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啊！我有一次腰不舒服好久，推拿你即是粗暴的用膝盖顶住腰眼，把我给举起来了，好了。哎呀，这个就是运气好就好了，运气不好那可能就受伤了呀。不要看运气啊，就是一会儿我们会说，面对着病人的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看运气。哎呀，那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了，我就先把前2部分讲完吧。那可能会面对什么，我们回头再抽个时间再直播了。就学呢，大家其实也适合你上正规中医全日制这种本硕博的这种学生，就是大家要重点看几本书呢？我觉得重点要看第一个是中国医学史，这个中国医学史呢，就是好多这个概念呢，大家是完全没有的，因为历史课上不是太讲，因为国内的历史就是袁腾飞的话就是会史嘛，就是都是乱编的。但是里面也是有一些东西的，就好多人就说这个中医什么2000年没变，其实不是这样啊。你看看中国医学史就知道，它历年历代都有进步，都有不断的在吸收外来的知识，然后新的知识、新的发现，一点点形成现在这样的。当然，那个受这个国内环境影响，它也有一些胡编乱造的，比如他就说这个怎么发现这个经络穴位呢？就劳动人民劳动当中摔了一跤，一个石头硌在这个足三里的位置，胃好了，胃病好了，所以就发现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了，这个就纯粹一派胡言。你靠这种去发现经络，发现这个365个穴位，那你这个概率不是和那个小行星撞地球把恐龙灭绝一样的概率吗？历史上6500万年才发生这么一次。而且那个小行星比喜马拉雅山都大，然后早半个小时，晚半个小时，这恐龙都灭绝不了，就这么巧。那你这发现足三里也太巧了，不是这么发现的。那你看了这个书呢，你就会有一个这种时间轴的一个脉络，这样你在学后面的方子也好啊，学这个理论也好，你就有地可施，就是你这个方子为什么是这个方子，这个学派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就是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仗，死了多少人，十室九空，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吃了当归羊肉汤，这个大病就能好？因为他经历战乱，经历饥荒，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那你吃碗羊肉汤它就能好，这就很正常的一个理论嘛。那你要放到一些这种现代社会，它本身就是营养过剩的状态，你还让他吃当归羊肉汤，那他肯定别说病好不了，不加重就不错了。所以你要有这种历史概念，然后对应到这个后面学的临床、学的方剂里面，这是推荐大家重点看的一本书，也不是重点看，就是你要先大概有一个脉络，就是中医是怎么来的呀？它历朝历代有什么发现呀？有哪些人名啊？有哪些学派呀？你有一个这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再去看中医基础和中医诊断这2个书呢，就是要按这个不求甚解的方式去读啊，就是它就是一些基础概念，你有印象就可以，不要深究，因为深究的话，你钻进去你弄不清楚，因为它这个教材编的是很低级的，它只是好像那个初中、高中那种数学、物理，它就把公式列出来，五行，然后生克关系给你列出来，然后一些基本概念给你列出来，阴阳学说、气化学说，它都是把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列在上面。但是你只看这个最基础的东西，你是不能应用到临床上，
你是不能理解这个后面的方剂啊，后面的这个治疗学的这些东西的。它是需要你根据这个中医基础理论，还有中医诊断学参考书目，就是它这个理论，它的学说，你要去找原著，你要去找它这个学派的一些著作，找这个名人的一些著作，这个就是中国医学史里面会提到的东西，你去看这些，然后才能明白这个理论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五行，你要看五行大义，它这个五行之间的关系啊，不是只有生克，而且你生和克的概念，好多人都是稀里糊涂的。我们这同学有这个学霸嘛，他这个就是中学的时候就是学霸，我们说高考成绩都接近满分了，那个大学考试成绩也很好，然后到这个考执业医师的时候，结果他这个一下就不干了，就是考完执业医师，我们一般正常人就是你分数够这个及格线，你就是执业医师了，你就不用管了。他不行，他那个分数线，他考的分数比这个执业医师那分数线还多了40-50分，结果他这个大病了一场，他说不可能，我怎么能考这么低的分呢？这不是我的真实水平，然后直接给这个国家医学考试中心这个打电话上访去了。他说你得查我这卷子，我这不可能考这么低分的，我这个年年考试都是满分，这个优秀毕业生，你怎么可能执业医师考这么点分呢？然后那个考试中心的人都懵了，他说都是没考过，然后觉着这个算错分了才找你，这不考过了吗？你是执业医师啊，你不用在这个复查了呀。他说不行，我就得复查，然后就花钱办手续给他复查。后来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重点的历史事件了。这个考试中心专门给他写了一个道歉信。我们考4门吧，应该是考4门，好像对，然后给他少算1门，就是他比别人少算1门成绩，然后他也过了这个执业医师线了，分数非常高。但是呢，就是这位学霸同学经常在我们同学群里面就问一下，哎呀，孩子这几天胃口不好，有点发烧，大家看看应该扎什么穴位呢？应该吃什么药呢？就是他自己不会看病啊，当然他走科研路线啊，可能确实临床也做的少，但是你按说你这个分数考这么高，你学习学的这么好，当时他学我们那个教材啊，就已经到大家随便提一个概念，提一个名词，他就能给你报出来这个在教材的第几页第几行，就到这种程度。但是真的就是你学习太好，学习成绩太好，考试成绩太好，对这个临床没什么用。所以你看这个加拿大、美国就比较聪明，你学习太好的这种人才吧，你就去搞科研就好了，就不要在这个临床医学院待着了。就真的是这样。那你就说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它有大量的知识是没在教材里面的，然后教材里面它是把各个学派一个共同认可的一些基础概念攒在一起，所以你如果拿这个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你去学这个临床，你就会出现很多矛盾的地方，你就学不下去。所以一定要扩展阅读。之后呢，就是你学完这2个，你就要重点学的就是中医内科学还有针灸治疗学。如果你做推拿或者正骨的话，你还要学这个按摩推拿治疗学，就是你要按病来学，就是你根据病，然后再去反过来找诊断，然后再找这个中医理论，然后再找相应的治疗方式。维他命 CC 问中医内政观察笔记这本书完全不推荐啊，这个书就是瞎编的。那个好像又出第2本了，那个作者，你看这个人写书出书这么火，卖书卖的这么火，但是他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书上的，
就是我们私下接触过这个作者啊，就不提名字了，也是有点小名气吧，但他私下就承认，他书里面很多内容是他父亲的一些记录，然后呢，他也有一些记录，但是这个东西啊，就个人体验吧，好多东西不能推广的，好多东西是不能复制的，而且有些东西是和基础的这个理论是有悖的，千万不要看啊！你看看就当小说看吧，就别当真的看。嗯，我考个证书，难的科目成绩良好，基础知识差2分，咱们想起来投诉，要申诉的。这个他们考试中心有时候经常犯错的，我们那同学就直接少给他算了一门的分数，所以虽然过了，他弄得他心里很郁闷，他都差点抑郁了。他说我不可能考这么低分，然后去那个国家考试中心上访，弄了1个多月才给他复查。这就是教材里面就是重点看这几个，然后剩下你这4门课都已经掌握了的话，你要去看那个中医各家学说，然后针灸的话是针灸一级选，这是从教材上面就是要重点学的一些东西。然后教材之外呢，大家真的上临床，我推荐如果是从零学的话，有几个途径。首先推荐3个公众号吧，一个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第一个就是天下无极，我也推荐过好几次，就是天下无极，它笔名嘛，就是微博上也叫这个名，就是首都医科大学的王旭之老师。没听说过什么普洱神针，我这个字儿不是太清楚，字儿太小了。叫神针的，就是有几种，就是有用这种真神，然后有要修炼，还要练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就是他通过遥感、遥制的方式来调神，这个是有很多前置条件的，它就对一些特殊疾病有效果，效果比较好。普通疾病可能没有普通的针灸方式效果好，而且是有代价的。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我们赶紧说完。微信公众号就是天下无极，它里面这个王旭之老师出过3本书吧，他也做过3类培训，就是一个0起点学中医，0起点学针灸，这2个都正式出版了。还有一个是叫中医100讲吧，就是他3个培训班那个讲稿，大家可以先买这3本书看一看，然后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报一下这个我认出来，我没好意思念，就是我不想给他做广告，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啊。那个王旭之老师那个培训呢，是做的还是比较规范的，他本身也是首都医科大学的老师嘛，所以就讲的是比较规范。我也有朋友原来在我这儿一起配合拍过视频，那个张大夫张超伦，他原来是做金融的嘛，后来就是改行，我就建议他找这个王旭之老师上他那培训，他跟王旭之老师跟了几年，然后也有去他诊所跟诊，现在已经学得不错了，现在又来中医这个加拿大温哥华这边中医学院又在这边考牌照。王老师的这个特色呢，就是他用针比较轻巧，他开方子也不大，比较重视脉诊，而且他那个脉诊应该是大多数人都能学得会，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书的内容啊，如果觉得比较符合自己的认知，符合自己的性格，你可以接触一下，看看跟他学。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呢，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刘大师，我同学嘛，刘路遥，友谊医院中医科的大夫，他现在不在友谊医院啊，有同学有这个朋友问这个想找刘大夫看病，他现在在那个几内亚援非呢，在非洲，可能今年年底之前应该会回来。他是有一个公众号叫做慢学中医，
理念呢，就是说大家可以业余时间，然后零零碎碎的从基础开始学一些中医的知识啊，中医的针灸推拿的一些基本功、基本技术，还有站桩的一些方法，来让自己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收费呢是在叫知识星球吧，然后里面也有一个就是慢学中医的社团，就是也不贵了，就是它是按年收费，一年你就基本上勤快点就可以把它里面东西都学到，而且它可以在里面提问，它会回答。我觉得也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学习的途径。还有一个公众号叫，我看一下我的记录啊，还有一个公众号叫安纯如古法按摩传承，这个是郑州的郭良飞老师还有高富全老师，他们就是在这个做培训，讲这个安纯如古法按摩，就是脏腑推拿嘛。我也是跟这个以前老大夫学的这个安纯如这一派，就是他的侄子安广林嘛，还有任玉衡教授，就我们是一派。然后高富全高老师应该是从天津刘老师咱们这一脉，但都是安纯如的这个传人。呃，大家如果就是对推拿感兴趣啊，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公众号，然后他在 B 站上也是叫这个名字，会有他们治疗还有理论的一些基础知识的视频，看一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培训，他们郑州的培训2天还是3天，收费也不是太贵。我推荐这几个收费都不贵的，不是那种高价收费的培训班。去学一学，这有基础知识，然后有针灸，有脉诊，然后有推拿，有脏腑推拿。这个我觉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先重点学一个吧，学自己觉得有需要，然后感兴趣的去学，不用都学啊。当然你有精力也可以都学。呃呃，尤其是给我写邮件那位朋友，他孩子的情况，我觉得，如果用这种安纯如推拿、脏腑推拿的方法，应该是会有比较好的改善的。可是你如果是找这种医师去做呢，可能你的费用承担不起，你不如就是自己去学一下，然后自己给自己家人去做。它的对小孩的、对老人、对妇科、对常见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调理都是很好的。也不难学啊，不是很难，入门都很容易，但是要学深了是需要一定的天赋，还有时间精力的付出的。那个张超伦也是我推荐去他郑州去学这个安纯如了，他现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嗯，就是推荐这几种培训的途径。另外呢，就是在推荐大家可以看什么呢？这个就是先不推荐了。我们赶到下一次吧，下一次我们讲讲，就是你如果真的进入中医这个行业，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就是好多人想象的是把这个中医加了一个滤镜，然后想象，哎，我学学，我就给家人，就给自己养生保健。呃，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学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即使是对着家人，对着自己，你可能也会出现束手无策的情况，因为这个疾病的状态啊，它不是一个呃正常的状态，也可以说疾病的状态才是正常的状态，真正的健康的人是很少的。那个第三个，我再重复一下啊，第三个它叫安纯如古法按摩传承，就是因为这个安纯如它这个推了以后，好多人就是模仿，有的这个我觉得国内真的是好多习惯很不好，有的人他稍微沾点边儿，
哎呀，也不光是安纯如这个，就是好多中医培训都是这样。我们原来师傅这个讲课，就是明令说的，你这个学了以后，没学会之前不要外传，因为你自己都没学会，你就出去，你这不误人子弟嘛，就害人的。但我们这真的有一起学的，就这边老师这课还没结束呢，他就开始打广告了，给自己招学生，就自己就开始赚钱去了。但你想想，他自己课都没听完呢，他能讲什么？他肯定就是胡说八道嘛。所以你要光搜安纯如，可能会出来一堆，或者这个光搜这个古法按摩也出来一堆，就是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啊，就别找错了。天下无极这个我和慢学中医我找了，好像还没有太多重名的。但是那个王大夫出那2本书，什么07点学中医、07点学针灸，我看淘宝上也有，就是名字很像的，但不是他一个人写的，是其他人写的，就是乱凑的那种书，蹭热度的。这个就是大家谨防假冒，这个千万别上当。他应该是先发的 B 站，B 站上他有完整的治疗视频，然后也有他讲理论、讲这个原理、讲操作的这些视频很细。其实如果你之前有过这种中医的基础，然后有过按摩推拿的这个经验的话，你可能你光看那视频就能学个七七八八。但是我建议你真学的话，最好还是去线下找他实际体验一下，就是他实际做出现行，实际上做出这种经络感传，它和其他的大众认知的这种普通的按摩推拿、揉腹啊还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中医古法的这种方式吧。对，安纯如古法按摩传承，这个名字起这么长，就是因为有重名的嘛。我靠，我更夸张的我都见过。我师傅那个，我看公众号去年吧还是前年，招了一个那种网红美女，然后刚上了培训班，自己就成这个某某派传人了，然后把这个和这个师傅这个合影 PS 一下，就放到视频，就开始各种夸张的宣传了。我靠，我这真的是，我觉得我已经理解不了这个现在这个好多现象了，太魔幻了。嗯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就是学习的话，你如果是不管是在学校，还是走师承，还是说我自己就是感兴趣，就是这几个途径就关注的人不多的，就确实是这个是很小众嘛。他现在办了1年多培训，好像才有100多个人去学过，就真不是为了挣钱，他们那个收费挣不着钱。花的时间精力，他本身他自己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就真的是献爱心。他自己是因为自己生病，然后找到这个高老师治病，然后高老师给他治好之后，他就发心就学这个，学了10多年，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就是想传播，就是没指着这个挣钱，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嗯。哎呀，微信公众号关注的人也不多，反而是有一些这种网红教授做的这些公众号B 站，我看油管上也有了，现在就是做的就纯讲不教东西，就光给你讲多好多好，自己挖掘整理，然后你说想学不教最后再说拜师这个我个人呢就是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不要轻易拜师。对是郭良飞的郭老师他那上也会留他的微信了，你可以加他微信咨询。我推荐好多朋友去学了，基本上没有后悔的，就学了以后都觉得收获挺大的。当然你先看一下他视频你如果觉得他这个东西太
太玄幻，理解不了。公众号上也有视频，公众号就是 B 站的视频，它没有拍太多视频，就是那几个视频。啊，就拜师啊，我觉得已经不是现在这个社会适合的一种方式了。你像其实西医的这个手术科室、外科大夫，他们也是拜师的，就是也是手把手教，你才能学会做手术。你光靠教科书那个书你去做手术，也是困难重重。我们也是进临床也是老师教，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我觉得真正拜师的已经就是像古代那种师徒制的已经没有了，都是变形扭曲的状态。我觉得不要轻易拜师，你至少你如果说我花钱我交钱啊，我学个技术学个知识，这个就是正常的商业社会的规则。那古代是因为它有这个社会氛围，有社会环境。你如果这个收了这个徒弟不好好教，不教真本事，那你会受到这个社会谴责。那你如果是拜师了，你学了本事以后，你对这个老师不好，那你也是众叛亲离，你在社会上也寸步难行。那现在没有这个机制了啊，他也做治疗，你可以跟这个郭老师约一下时间，就是如果有问题，你离得近也可以找他治疗体验一下，就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啊，就任何治疗方式都是有它适合的人群，有它的适应症，有它的禁忌症，不是所有情况都适合的。你像比如说这种脏腑推拿，我们原来有个师兄，他就是这个脏腑推拿，他开始教他自己的徒弟，他徒弟这个手太重了，结果把他这个内脏摁伤之后，最后不治就去世了，这个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一定是不要光看视频，你要如果真的是感兴趣，只去学，就是好好学，好好练会，把手感找到，然后把禁忌症记全，不要触犯这个禁忌症，找到适应症去治疗。那你像比如说拜师，我身边很多人拜师，像刘路遥他也拜师很多，而有的时候你拜师之后，你卷到师门一些纠纷里面，你就进退两难，很麻烦的事了。就反而牵涉很多时间精力，很多让你很难堪的事情。然后我还有同学啊，就是家里比较有资源嘛，那没毕业的时候就找这种国家级名老中医就拜师了。拜的这个老师呢，还是有口碑的，而且也有关系，也不是光花钱。你确实是愿意认真教的，但你想想，我们当时本科没毕业，其实问不了老师什么太专业的东西。最后我去问那个同学，他等于就是每个礼拜周末找老师凑一块儿吃个火锅，聊聊天听老师吹吹牛。那你拜师了，他可能拜师前几年就没学到什么东西。因为你临床你也碰不到需要问老师的东西，反而是他后来已经工作得有将近10年了吧，那他才知道啊，我拜的这个老师真的很厉害，然后好多困惑几年的问题，哎，老师就吃饭的时候点一句，马上就明白了。所以我觉得你初学的话，拜师不拜师不是必要的。就第一个，你也没有办法分辨这个老师。对啊，你去医学院去学培训课程，没必要拜师的，而且你也分辨不出来这个老师是不是真的有水平，是不是真的愿意教你，是不是教的你的是真东西。这个真的没必要，但是大家能花钱解决的，就没必要说我一定要有什么师徒名分这样。你像我这个就没有怎么太收徒弟，好多人想拜师，我都婉拒了。就主要就是我觉得我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把这个徒弟照顾好，然后只能教他一些技术，教他一些理念，但是人家愿不愿意学，能不能学到，我也保证不了啊。你像我现在就是办培训班，就教1天的，你先学点基础的吧。这真的是各种奇葩都能碰得到，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吧。就是我办培训也碰到过很多极品，嗯，哎呀，就是
这个医学专业其实和其他的专业都是一样的大家好多会上当受骗，就是因为你没有基础知识，没有这个逻辑思考能力其实你把这个事换成你自己熟悉的领域、熟悉的行业，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台湾夸老师厉害叫老仙儿，这个我觉得老仙儿是骂人的话吧。那我们本来预定讲3个部分，今天就先讲2个部分了，然后也没有讲太多。大家感兴趣，我们这个话题还可以再继续聊。然后下次有时间我在直播再把最后一部分，就是你学医的过程中可能会碰到什么情况，然后你学医之后，你开始上临床，开始给别人治病，你可能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办？如何预防？如何提前准备吧？就是打个预防针儿，这样你不会就是踩太多的坑。我把我踩过的坑，我碰到奇葩的人、奇葩的事儿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笑一笑，这样你在碰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慌，就是这个目的吧。那就先讲这么多吧。今天这个跟大家陪着聊一聊天，感谢大家的观看。好，那我们就结束了。直播结束，大家再见，下次直播再见了。